几乎每个人都体验过梦境的奇妙。前一秒你可能还在熟悉的校园散步，下一秒就突然飞到了天空中。刚刚还在与多年未见的朋友聊天，转眼又出现在完全陌生的城市。梦境似乎完全不遵循现实世界的逻辑，场景可以瞬间切换，人物可以毫无理由的出现或消失。然而奇怪的是，在梦里我们几乎从不会怀疑这些事情的真实性，只有当我们醒来时，才突然意识到刚才的一切只是梦。这是为什么呢？这种梦中毫不怀疑，醒来才恍然大悟的体验，其实与大脑不同区域的活动状态密切相关。其中最关键的角色是大脑的前额叶皮层。前额叶皮层位于额头后方，是人类高级认知能力最重要的区域之一。它负责逻辑推理、判断真假、自我意识以及冲动控制，可以说是我们理性思考的核心指挥中心。当我们处于清醒状态时，前额叶皮层始终保持高度活跃，它就像一位导演，不断审视我们看到和听到的信息。如果我们看到违反常识的事情，比如有人突然从地面飞起来，大脑会立刻判断这不符合现实规律，从而产生怀疑。然而，当我们进入睡眠状态，尤其是进入梦境最活跃的阶段时，前额叶皮层的活动会明显下降。这意味着负责逻辑判断和现实检测的系统暂时关闭了。此时大脑虽然仍然非常活跃，却失去了理性监督。结果就是，无论梦境多么荒诞，我们都很难意识到其中的不合理之处。即使在梦里飞翔、穿墙，或者和已经去世的人对话，大脑也会自然接受这些情节，就像他们本来就是真实的一样。脑电图研究很好的证明了这一点。在清醒状态下，大脑前额叶区域主要产生一种叫做贝塔波的脑电活动，这种脑电波通常与理性思考和注意力集中有关。而在快速眼动睡眠期，也就是梦境最频繁出现的阶段，贝塔波明显减少，取而代之的是西塔波。这种脑电波更常见于记忆处理和潜意识活动，因此梦境中的思维方式更加感性和自由，而不是理性的逻辑推理。说到梦境，就不得不提睡眠结构。人的睡眠并不是一成不变的，而是由多个阶段循环组成。通常一个完整的睡眠周期大约90分钟，包括浅睡眠、深睡眠以及快速眼动睡眠。整夜大约会经历4到5个这样的周期。随着夜晚逐渐过去，快速眼动睡眠的时间会越来越长，因此清晨时分往往是梦境最丰富、最清晰的时候。快速眼动睡眠期的一个重要功能是帮助大脑整理白天积累的信息。白天，我们的大脑像一台高速运转的计算机，不断接收来自环境的各种信息，视觉、声音、气味、触觉、情绪体验以及学习到的新知识都在不断进入大脑。如果这些信息不经过整理，大脑很快就会变得混乱和过载。因此在睡眠中，大脑会对这些信息进行分类和筛选，一些重要的信息会被转化为长期记忆，而不重要的信息则会被弱化甚至删除。这一过程有点像电脑在关机前整理文件和清理缓存。正是在这个整理过程中，大脑不断回放和重组白天的记忆片段，而这些片段的主观体验就构成了梦境。神经科学研究发现，在快速眼动睡眠期，大脑的许多区域都非常活跃，负责记忆的海马体、处理情绪的杏仁核，以及负责视觉和听觉的感觉皮层，其活动水平甚至接近清醒状态。这意味着梦境并不是大脑休息时的产物，反而更像是大脑忙碌工作时产生的副产品。如果把这个过程想象成一位记忆整理师正在整理文件，就会更容易理解。白天的经历就像散落在桌子上的各种文件和照片，睡眠时，这位整理师会把它们拿起来查看、分类，并放入不同的档案夹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不同时间、不同地点的记忆可能被放在一起，于是就形成了各种奇特的组合。这也是为什么梦境常常显得杂乱和跳跃，因为大脑在整理记忆时，并不会严格按照时间顺序排列，而是随机提取不同的片段进行处理。今天早上的通勤场景可能和童年的记忆拼接在一起，工作中的压力可能和一段电影画面结合起来，于是梦境就像一部被重新剪辑的电影，情节不断跳跃，却又似乎隐约有某种联系。此外，我们白天忽略的大量细节也会在梦境中重新出现，比如街边的广告牌、陌生人的声音、某个食物的味道。这些信息在清醒时通常不会进入我们的核心记忆，
但仍然会以潜意识痕迹的形式留在大脑中。当大脑在睡眠中整理信息时，这些细节也可能被重新激活，从而出现在梦境中。举一个简单的例子，假设你下班后回到家，一边刷手机视频，一边吃苹果，电视在旁边播放节目，整个过程中你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手机上，因此你只记住了刷视频这件事。然而大脑其实同时记录了很多其他信息，比如电视里的画面、苹果的味道、沙发的触感以及房间里的光线。到了晚上睡觉时，这些碎片化的信息可能会被重新组合，于是你可能梦到自己在电视节目里吃苹果，或者在童年的院子里刷手机。除了记忆整理之外，梦境还被认为是潜意识的重要表达方式。早在100多年前，心理学家弗洛伊德就提出，梦境是潜意识欲望的体现。虽然他的理论在很多细节上存在争议，但现代心理学研究确实发现，梦境中的情绪和主题往往与现实生活中的心理状态密切相关。比如很多人都会梦到自己飞翔，这样的梦境通常与现实中的压抑感有关。当人在现实生活中感到压力和束缚时，潜意识可能通过飞翔这一意象表达对自由的渴望。同样，梦到捡到钱，往往反映的是一种匮乏感，这种匮乏不一定是经济上的，也可能是情感上的或机会上的缺失。梦境也是情绪释放的重要渠道。白天我们往往需要控制自己的情绪，避免在工作或社交中失控，但在梦境中，由于理性控制减弱，潜意识中的情绪更容易直接表现出来，因此我们有时会梦到激烈的争吵、逃跑或者危险情景。这些梦境并不一定意味着现实中会发生同样的事情，而更可能是心理压力的一种释放方式。此外，人类的一些本能需求也会在梦境中出现，例如对亲密关系的渴望，对成功和认可的期待。这些需求在现实生活中可能受到社会规范的限制，但在梦境中往往会以象征性的方式表现出来。不过需要注意的是，梦境中的符号并没有固定的解释，比如有人认为梦到掉牙代表不好的预兆，但从心理学角度看，这更可能与失去控制感、焦虑或者生活变化有关。梦境的意义往往取决于个人经历，而不是某种统一的解释规则。尽管科学家已经了解了梦境的一些机制，但关于梦境的很多问题仍然没有答案。例如，人是否真的可以在梦中学习？研究表明，梦境确实可以帮助巩固已经学过的知识。例如，学生在学习新单词后，梦中可能会出现相关内容，从而强化记忆。然而，梦境并不能替代现实学习，因为梦中的思维缺乏系统性和逻辑性。另一个令人着迷的问题是，未来是否能够真正读取甚至记录梦境？随着脑机接口技术和人工智能的发展，一些科学家正在尝试通过分析脑活动模式来推测梦境内容。虽然目前还只能识别简单的视觉元素，但这一方向的发展已经让人看到了一种可能性。也许在未来某一天，人类真的可以像播放电影一样回看自己的梦境。总的来说，梦境并不是毫无意义的幻觉，而是大脑复杂运作的结果。它既是记忆整理过程中的副产品，也是潜意识表达情绪和欲望的窗口。通过研究梦境，我们不仅能够理解睡眠，还能更深入地探索意识的本质。或许在未来，当神经科学进一步发展，我们能够真正解读梦境的语言。但在那之前，每一场梦仍然像一部只属于自己的电影，在夜晚悄然上演，记录着大脑和内心世界最隐秘的活动。好了，今天就讲到这里了。若您喜欢我的视频，别忘了点赞哦。新知识正在来的路上，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，谢谢您的支持。